我不是见义勇为死了吗？我，一个孤王，拼尽全力考了个好大学，为了跨越阶级狂卷一切。本以为可以从此逆天改命，没想到换来的只是在更高级的写字楼里当社畜，还因为不小心掀翻了秃头老板的假发，被开除。苍天啊，用金钱打死我吧！爸爸，在这边。温离，这不是我正在看的狗血小说里的炮灰女配吗？温离，豪门真千金，从小就过得惨不忍睹。世主的爸，残疾的妈，漏雨的房子，破碎的他。温离，我是姐姐啊。温离回到温家后，因为记恨假千金温婉儿霸占了他多年的位置，处处针对温婉儿。温离他嫉妒我，毁了我的脸。最后，温离被送出国，落了个意外惨死的结局。温婉儿则是爱情家庭双丰收。我这是穿了。现在剧情看起来像是发展到了认亲晚宴的前一天晚上，我被抓包和老男人乱搞男女关系，最后不得已取消了晚宴。小宝贝儿啊！糟了，来不及走门了。小宝贝儿。你看小宝贝儿。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你怎么回事？人怎么会不见呀？刘小姐，你怕不是在上啊吧？姓柳，柳梦离，温婉儿的闺蜜。他的药是我亲自给他下的，他的衣服也是我给他换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？哎呀，居然让他给跑了！明天就是温家晚宴，今天晚上必须毁了他。女人，你这是在玩火？嘿，真不愧是在小说里，这霸总语录张口就来。你别误会，我就是……我去，好帅！霸道总裁，求你爱上我。我本是上市公司的老总，却被坏人所害。跟我结婚，倾听我的复仇计划。你等我一下。你的品味很特别。咦，这鬼衣服也太丑了吧！所以，解释一下。今天的事情是个意外，传出去对谁都不好，所以，嘘。
下。有趣。这就是温家，我的豪门老巢。老天爷，你总算待我不薄。重活一世，我要夺回不管属不属于我的一切。琳琳，可太谢谢妈妈。好温暖，上辈子孤儿当惯，这就是妈妈的感觉吗？妈妈，来了来了，绿茶带着他的楚楚动人走来了。你要不要紧啊？我听说你昨天跟一个陌生男人去了酒店。对不起啊。话都说完了，你捂嘴干嘛？说呗，谁能说得过你呀？大哥。哦，这就是书中描写的宠妹狂魔温泽言。帅哥，大哥好。他以前每天独来独往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什么男人啊？琳琳，你遇到危险了？是啊，你做错事不要紧，要记得跟家里说啊，不然我们没法帮你的。你说你看见我跟一个男人进了酒店，听谁说的？梦离说的，他说看见你跟那个男人进了酒店，拍了视频。视频呢？给我看看。这个柳梦离怎么还没把视频传过来？怎么拿不出来啊？那还不赶紧给柳梦离打电话要？哎，刚好打来了，快接吧。蠢猪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就等着被赶出温家吧。喂，梦离，你说你看见我妹妹跟一个男人进了酒店，你快把视频发我。会不会是你看错了？让那个女人跑了。这个女人明明就蠢得跟猪一样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你发现是你看错了。我就说嘛，那怎么会是我妹妹呢？抱歉啊，妈妈、大哥，是梦离看错了。是吓我一跳。姐姐，我好伤心啊！居然因为外人的几句话就这样怀疑我，难道对你来说，我就不是你的家人吗？妈妈，是不是因为我是后来的，而且还是在小县城长大的，所以姐姐她就嫌弃我？婉儿，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不对，你快跟妹妹道歉。什么？让我给她道歉？哥哥，婉儿，这件事是你不对，跟丽丽道歉。原来大哥和妈妈也并不是无脑宠爱温婉儿的。对不起啊，妹妹，我不该不相信你的。没关系的，姐姐，毕竟明天就是我的认亲晚宴了。我知道姐姐一定是因为担心我，所以才会这样的。你说的对。妈妈，我饿了，我想上去先换身衣服，然后下来吃饭。去吧。
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咦，好丑的衣服啊！这件好像还不错。当当当当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好看。这条裙子是温离刚回家那件，我送她的见面礼。温离，你休想拿走我的一切！爸爸，你回来了。行了，坐下吃饭。切，真不愧是小县城出身啊，吃个饭都这么狼吞虎咽的，没教养。姐姐，你也吃啊？温妮，跟我到书房来一下。好。一定是因为吃饭的时候这个乡巴佬太粗鲁了，叫到书房里好好敲打一下。爸爸，来坐下说。好。爸爸，我也没有什么特长能给你展示的，我就给你表演一个劈叉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坐。爸爸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就是前几天啊，你说要搬出去住这个事儿，爸爸呀，劝你好好考虑考虑。搬出去，肯定是温婉儿搞的鬼。我不搬出去了，我就在家待着。真的？真的。爸爸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努力上进那是女主角该干的事情，跟我一个恶毒女派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那明天呢就是你的认亲晚宴，明早啊，爸爸就把全城的品牌设计师都请到家里来，喜欢的你就都留下。哎呀，谢谢爸爸。爸爸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房间了。好，先去。对了，爸爸。还有什么事吗？爸比，放点金币呗。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今晚怎么突然换了风格？那些衣服都是姐姐陪你精挑细选的，你不喜欢了？好家伙，衣柜里那么多丑衣服，可算是找到原因了。哦，原来那些衣服都是姐姐给我选的，那想必也是姐姐喜欢的风格吧？那我就把那些衣服全都送给姐姐好了。什么？送我啊？怎么？难道姐姐给我买的都是你自己不喜欢的衣服啊？怎么会呢？一直以来对我言听计从的蠢猪，怎么突然有了自己的想法？哦，对了，刚刚爸爸找你，你有没有跟他讲要出去住的事儿？哼，这里本来就是我的家，我为什么要搬出去住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从乡下来的，没见过世面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出去独立一段时间，长长见识。难道
你不想成为爸爸妈妈都喜欢的独立女性吗？我知道你迫切的想把我赶出温家，但是你先别想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能这么误会姐姐呢？嘘，你是亚里士多德的妹妹，真尼玛士多吗？你别再招惹我了，否则我就把你不是温家亲生女儿的事情说出去。贱人，明天的晚宴你给我等着！老板，明晚温家的宴会帮您推了，然后明天白天还有一个会。温家啊，谁说我不去了？您不是不喜欢这种场合吗？现在喜欢啊？ Amazing， 小姐，您可以开始挑选礼服了。这些待遇本来都应该是我的，却被这个突然出现的土包子给抢了。听说啊，那真千金是从那小农村出来，不用看我也知道，肯定啊一股子寒酸味儿。是啊，估计啊就是个私生子，还举办着这么大的宴会，也不嫌丢人。我还是更喜欢婉儿，这个后来的根本没法比。婉儿，你听，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那个土包子绝对比不过你。快别这么说了，再怎么说，世界上也是会有喜欢妹妹那样的人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哪个男人比得过厉君越呀？婉儿，你是不是给厉总也发了请帖？你可是出了名的大家闺秀，厉少肯定会来的。到时候你成了厉少夫人，那个土包子给你提鞋他还来不及呢。哇！妈妈，我这是看见仙女了吗？各位，这便是我失联了17年的亲生女儿温妮。从此，我温家就是2位千金。丽丽，你今天真漂亮。那还不是设计师贵啊，是拿钱砸出来的，能不好看？紫嫣，嘿，婚礼可真幸福，不用顾及形象，蛋糕都能随便吃，所有人都宠她，真好。好什么好啊，乡巴佬。温小姐，听说温小姐你从小生活在乡下，那想必肯定是过得很清苦吧？从宴会开始以来，你一直在不停的吃啊吃啊吃，你在乡下没吃饱过饭吗？是啊，酗酒的爸，残疾的妈，恶毒的祖母，破碎的家。给我500，倾听我的复仇计划。真不理解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居然好命的成为温家的女儿，真是替我们婉儿感到不值。哎呀，还真是生活索然无味，野鸡指点人来。你有没有点素质啊？就你这个样子，根本不配当温家的女儿，跟我们婉儿没法比。温婉儿确实是个有2把刷子。人类跟大粪字面上看着有点像，也就比大粪少了2把刷子。
小刺猬。急什么？再看看。你说谁是大笨呐？你跟他一起玩，你也是。喝点马尿，你是心高气傲；喝老娘酒，你是生死难料。温离，平时你说我几句，我都可以笑笑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今天你代表的是温氏的脸面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教养？那你呢？躲在你的狗腿后面看他欺负我，这就是你的教养。婉儿，跟他说那么多干嘛？他就是欠教训。温离，作为姐姐，我今天得好好教育教育你。我的天哪，那不是厉少吗？是他？难道厉君越真的是收到了我的邀请函来的？天哪，厉少这是冲着温婉儿来的。当然是的，要知道这是温家的晚宴，厉少以前可是不屑于参加任何晚宴的。婉儿，刚好厉少来了，让他好好怜香惜玉一番，教训一下这个猪头。你今天会死得很惨。厉少，这点小事其实你不用亲自为我动手的。我什么？又见面了，温小姐。又见面了，温小姐。什么？厉少这不是冲着温婉儿来的，那他还舔个脸上去，好尴尬啊！毕竟啊，那个才是真千金，长得就比温婉儿好看的不是一星半点。温离怎么会认识厉君越？他一个土包子怎么可能啊？厉少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给你发请帖的温家小姐是我们温婉儿，这个温离一点教养都没有，刚才还当众泼了我一身酒呢。对，今天是认亲宴，厉君越肯定是认错人了。厉少，我妹妹从小在乡下野惯了，您别见笑啊。您要找的温小姐，应该是我。这世界上还真有这么会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奇葩。什么邀请函？我从来不看这种东西的。还有，如果是有人往我身上泼红酒，我会让别人把杯子吃下去。温小姐只是把你送她的东西还给你，我觉得挺有教养。厉少居然是真的来找这个土包子了。你的风格很奇怪，不是稳重风，也不是酷炫风，更不是欧美风，而是我看了会发疯。所以，帅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厉君越。我叫温离。温离。听说后花园的风景不错，厉少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欣赏一下？好啊，荣幸支持。这个土包子居然真的勾搭上了厉少。毕竟今天是黎黎的回归宴，厉少可能也是顾着温家的面子吧。那个，上回那个事解决了吗？解决了。那件事情你应该没有说出去吧？哎，是我想多了。
你长得这么帅，谁吃亏还不一定呢。当我没问。我没说，我不说。需要我帮你查一下那个人是谁吗？不用。小小卡拉咪，杀鸡焉用牛腩。送我的。谢谢啊。盛世容颜，绝，太绝了！大哥来了。丽丽，该回家喽。好，帅哥，时间不早，我就先走了，咱们有缘再见。天凉了，柳家也该破产了。丽丽，谁？早啊，大哥。早，丽丽。这么早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忘了今天要上学吗？上学？什么上学？老娘都当社畜好几年了，还这……差点忘了，我是穿来的呀！起来，干什么呀？左边。现在可以上学了吗？他居然还有脸来呀！就是，之前被白校草当众拒绝，多丢脸啊！要是我都退学了。不稀奇，这就是小说的男主角温婉儿的正宫 CP 白起安。原文中，原主在温婉儿的怂恿下和校草白起安大胆表白：“白起安同学，我喜欢你，跟我交往吧。”但是结果可想而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喜欢的是温婉儿同学。现在这个时机似乎正好是原主和白起安表白失败后的周一。文理，干什么？叫会儿啊！她今天怎么变漂亮了？不行，我明明喜欢的是婉儿，怎么能再想别的女生？你在想什么？肯定是在想怎么引起我的注意啊！毕竟上周我刚刚拒绝了她。关你屁事啊！我干嘛要告诉你呢？小白脸，没有丽君月一半带劲。嘿嘿，丽君月。OK， 欲擒故纵是吧？好，好，好。那个温黎同学，你有事吗，小美女？我可以和你一起吃午饭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来坐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林桃。你好可爱呀！你好可爱呀！
温同学，我真的觉得你长得好漂亮啊！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女生。婉儿，你太受欢迎了，连女生都那么喜欢你。哪有这么夸张啊？也不知道是谁。同学，你过奖。这么大个学校，怎么就这么巧还能遇上？瞪我干什么？婉儿，你们准备吃些什么？白同学，是你啊！婉儿，你怎么了？是谁欺负你了？文理，给婉儿道歉。啊？关我屁事儿啊！凭什么要我跟他道歉啊？白同学，没关系的，丽丽她没有欺负我。婉儿别怕，有我在。文理，我再说一遍，给婉儿道歉。唉，很难想象你两个耳朵中间夹的啊是脑袋，想必是刚刚进化的左右脑吧。虽然布满沟壑，但是不能思考。哼，谢谢你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怎么敢这么说我？他不喜欢我了吗？他就不怕我冷落他，再也不理他了吗？文理，不怕告诉你，我讨厌你。对不起，我已经有讨厌的人，不过还是谢谢你的讨厌。祝你以后遇到自己更讨厌的人。不是你，丽丽，你平时说说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能这么说白同学呢？太过分了！你居然打我！文理，你。上线就送4连车，不用谢。完了。他刚刚在打我。文理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哎，就是你，叫文理呀？有事儿啊？就是你，竟然打了白学长和婉儿，你知道不？她可是我白学长的女人。你喜欢白琴，那温婉儿才是你最大的情敌。我打了温婉儿，怎么你还要替她报仇啊？你懂什么？白学长那么喜欢婉儿，我当然要保护好她了。哦，原来你是个双面舔狗。我靠！你们俩把他给我摁住！我要把他衣服扒了，丢到走廊里去！撒手！听说你周五跟白学长表白了，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啥东西，敢跟我们婉儿？朋友，什么都甜只会害了你。我劝你老实点，赶紧放手，不然我疯起来可连自己都打。老娘帮婉儿解决过那么多女人，还能怕你这个小土豆不成？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摁住了，我要把他裸照发到论坛上去。发到论坛上去。听说那群人又在里面欺负人了，欺负谁啊？好像是温离。真是群听话的好狗。天啊，那是谁？好帅啊！我还是第一次见帅的这么惨绝人寰的帅哥。他开出来了，开出来了！老板，你来京的，真不用向我接你啊。我来是为了
散心，他们来了，我先找你。OK， 厉家都当了京大多久的工匠了，都没见厉手有这闲心来呀。你说温离怎么了？温离被那群人堵了，就在前面卫生间。丽少怎么来了？丽少，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拽出来，我弄死他！干嘛？云江，这咋归啊？哎！摸把沾屎，如同吕布在世；握把沾尿，如同张飞咆哮。你以为我怕你吗？我那个3个人呢？谁？拿命来！丽少，妹妹她应该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很担心她。温婉儿，今天是你们招惹温离在先才会被打的，你凭什么去招惹他？那里面那些人就听你的，你快让他们停下来！看来他确实不是故意的，但你是。不是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跟那些人都不认识。哎呀，别过来！桃子，怎么样？我帅不帅？你帅呆了！温离，嗨，帅哥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总是犯困，原来是为你所困。温离，我们都被你搞成这出了，你还有闲心撩男人，真是下贱！就是你弄的手势。帅哥，你别被这个心机女给骗了。他是今儿白天对白学长爱而不得，先给他婉儿2巴掌的。丽少，只要妹妹开心，你没关系的。是吗？温离听到了吧？他说只要你开心，随便打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就是在骗我。我不敢。没事儿了，校长受教，明儿就把他开除。蠢货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王叔叔，你干我们谁人没弄的？等会儿温离，你赶紧把他开了。都说温家忽视温离这个真千金，疼爱温婉儿这个假千金，那温离，你怎么敢？厉少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厉少，您可是咱们京大的大股东，您来我都没有亲自招待，实在是抱歉啊。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，实力这么雄厚，连全国最好的贵族大学都是他们家的。居然是厉少，厉君玉！我的妈呀，看来我当不成他老婆了。你想什么呢？人家很明显啊，对温离有意思。你要是这么管理学校，我也不用你招待。不，厉少，我跟这些孩子其实不熟的。看来这个温离跟厉手的关系非同一般。王叔叔，我可是你发小的侄女啊！闭嘴，别来沾边。厉少，您看你想怎么处置？你说，把他们都开除。听到了吗？哦，是这些孩子不会再出现了。行了，这学上到这儿也差不多了，走了，送你回去。厉少，我送你。婉儿，我们可不能被开除啊！我家人会打死我的。当初是你找我们才去找他的。你是温离的姐姐，你帮我们说说呗。是你们要帮我出气的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贱人！现在温离更得势一些，你这个假千金，当然被赶出温家吧！切！
帅哥不需要角度，连背影都是绝杀。话说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你们霸总平常不是都是很忙的吗？因为我吃了一碗面，啊？想见你一面。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刚刚厉少是说了土味情话吗？没有。又是温离，恭喜你，你已经学会举一反三了。上车。丽丽，回家。哦，好。厉总，谢谢你的好意啊，我哥哥他来接我，就不麻烦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温小姐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最晚明天就可以收到。好。温离，凭什么全世界都围着你转？明明那些本都是我的。到了。开饭了。对啊，开饭了。哎，大哥在开会，知道你学校的事儿，立马就赶了过来，但是还是晚了一步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。丽丽，你要在学校不开心，大哥帮你换个学校。大哥，不能因为环境的恶劣就选择逃避。我不是弱者，惹到我，他们算是惹到屎啦！呀！哦，对了，丽丽，大哥为了补偿你，送你套房，你想住家就住家，想住这儿就住这儿。这耀眼的光芒，难道是天使大人？原来是大哥，我还以为我遇到天使了呢。谢谢大哥。我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房产，大哥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偏心温离？爸，我回来了。这伙计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为什么打我呀，爸？说，你到底招惹了谁？我们家破产了。几乎所有的合作方都在今天同时宣布和我们解约。什么？得罪了谁？得罪了谁？爸，我只得罪了温家新找回来那个女儿温离。温家虽然比我们实力强，但是交叉的生意来往并不多，不可能在短短一整天的时间就做这么多事儿。不对。不是他，但是可有一个人跟他有关系。谁？厉少。完了，我们柳家完了。爸，我给你打电话给婉儿的。我之所以得罪温离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婉儿。婉儿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一定会跟温离求情的。爸，你等我。谁的电话？梦离的，他可能是问我作业是什么。喂，梦离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忘记作业是什么了？婉儿，你帮帮我，我家要破产了。你等着，我马上去房间给你找作业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刚刚不还好好的吗？爸爸说是因为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可是我最近得罪的人那只有温离呀，肯定是厉少替他出的头。说到底，我得罪温离都是为了你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厉少真的看上了温离那个土包子，不行，我不能接受。只要温离过得好，我就不能接受。婉儿，你在听吗？天啊，离离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呢？
你放心，梦里，我肯定会帮你跟他求情的，毕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不可能让场面再失控下去。温里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婉儿，婉儿，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事情怎么样呀？对不起啊，梦里，其实我昨天已经替你向黎黎求过情了，但是她……温婉儿，你是不是根本没有求过情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之所以得罪温丽，都是为了你呀！我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，处处维护你，替你出头。可你呢？你要袖手旁观是不是？是我让你做那些事儿的吗？那不是你自己自愿做的吗？为什么最近周围的人和事没一件顺我的心，连你都敢对我大呼小叫了？我还是头一次见校花温婉儿发脾气，好失态呀，大吼大叫的。梦里，你别着急啊，我今天晚上再替你去求求黎黎。我已经等不及了，我家已经岌岌可危了。难道你要让我在学校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替你去求温里吗？既然你这么着急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破产的柳家对我来说已经毫无价值，如果再继续和柳梦离走得太近，反而会让我掉价。黎黎，你看别的男生打球，人家丽少不会吃醋吗？哎呀，他又不是我男朋友，我的爱是属于所有帅哥的。好帅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终于熬一熬傻了。温里，我对我之前所有的行为向你道歉，这些只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所以你能不能向丽少求求情，别让我家破产？破产？所以他给我的惊喜就是让柳家破产，好吧，好喜欢。那你跟温婉儿闹掰了？我今天才知道，他一直把我当棋子来对待。我昨天晚上跟他说了我家的事情，他嘴上答应，他是不是实际上并没有跟你提起？果然，人生那么长，难免遇到表里不一的人。不过你别失望，这些都会成为你的经验，让你变成更加优秀的人。温里，我都这么对你了，你居然还愿意说这些话？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是说点违心的话嘛。你要是想听的话，我还可以继续说给你听。只要你能向丽少求情，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报答你的。我还没被人报答过，有趣。开发贷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，期限通常3至5年，抵押物为土地或在建工程，受到3到5线的离贷款支付管理限制。各房入海贷款面向购房者贷款。帅哥，柳梦离跟我道歉了，要不咱们饶他们一命呗？不生气了。我以前没得选择，现在我只想做个好人。善，我简直太善了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爷爷，您孙。喂，丽丽，在家吗？说。是这样的，白同学邀请大家一起到 Cherry 玩，你要不要来啊？等一下 ，Cherry， 男女主一起出现在那里的剧情，不就是在夜总会中温婉儿被醉鬼调戏，白起恩英雄救美吗？来，我现在就来。
吃瓜才是王道，而且白大少爷出手，好吃的肯定不少。现实，一边撩着厉君越，一边还对白起安黏黏的。今天的计划有变，你们要非礼的人啊，不是我，是他，而且可以假戏真做。我就知道他还爱我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？这不是前段时间对白少表白被当众拒绝的农村女吗？哼，果然乡下来的啊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哎，这个会场不是 A 栋吗？哪里来的 B 栋？你对啊！真傻，真是个厚脸皮的。班少请你来说你点什么忍着就是了，还敢顶嘴？就是说呀，咱们能坐一桌，我脸皮厚，你嘴巴臭，一样的。Double kill！ 二傻。喂，没看你雕哥酒杯空了吗？还不来倒酒？他可没资格给我倒酒。行，你有资格，你给我倒一杯。你干啥？温离，你就装吧，一会儿你就装不出来了。你还没有尿吗？还不上厕所吗？流氓估计都要就位了吧？你还不去吗？他怎么还没反应？是药量不够吗？好热，是不是过敏了？算了算了，回家。刚刚那个背影，我操，分离！黎黎已经去厕所半天了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又不是3岁小孩了。就是，婉儿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总是担心别人。他不会真的有在注意温离吧？无所谓，反正马上温离最恶心的样子就要告知天下。我们要不还是亲自去看一看吧？我真的很担心他。好。哎呦，宝贝儿，新来的啊，陪哥哥玩会儿。坏消息 ，NPC 可能被我刷到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那可露露的河南老乡。谁啊？那可不行。老大，你又被拒绝了，就你教我呀？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？我也没喝多。终于能玩到这么潮的女人了。你走。收拾，起来，滚呐！滚！走人！下班了。下班。你
你没事吧？我没看见李丽，怎么办啊？看没看到？跟我们一起来的女孩。你们还找她呢？刚刚我看和几个流氓进包房里去了。怎么会呢？我去，没想到这个土包子居然这么浪荡啊！连混混他都行，不愧是山里来的。我不相信李丽是这样的人，要不然咱们还是亲自去看看吧。温离，你这辈子完了。丽少，你跟温离，你们找无聊，我来找。让开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这居然是厉少啊！我都没能见过他，这个土包子居然能勾搭上厉少。喂，现在可不敢这样叫他了，难怪今天都不在意。你们人呢？表子，你不早说那个是李少的人，这兄弟们都被打废了，老子跟你没完！看什么？不好看。好看，爱看。你这个样子，会不会明天就忘了今天发生什么？我刚刚做了什么呀？没什么。脸看过了，看看腹肌。看前面。温小姐到家了。温小姐到家了。哦，哎，时间不早了，腹肌就明天再看吧。晚安。昨晚被我刷到了 NPC， 小丑竟是我自己。不对，昨天晚上那些 NPC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？我昨晚亲他了，就这么水灵灵的亲上了。都是成年人，亲一口怎么了？他该不会要告我猥亵罪吧？大哥，该不会是有人来兴师问罪了吧？你又在做什么乱七八糟的梦啊？我给你买的房子装修好了，你要不要去？哎呀呀！老公站起来看看。上辈子兢兢业业专属服，这辈子帅大哥送全款房。谁说送房这套路老了？这套路可太好了！
有点饿了，出去找点吃的。谁家做饭这么香？我可什么都没碰啊！我也没拿头拱你的腹肌，我一身正气，清清白白，你别想污蔑我！话说，哎，这桌上的这些饭菜是什么呀？是饭和菜。哎呀，少爷，你忘了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日子了吗？就是你在你家玩，我在我家玩，那个时候咱们俩的感情可好了。想起来了。你说你一不小心多做了这么多的饭菜，该放哪儿啊？该放哪儿呢？全进我嘴里。不对呀，厉君越这样的霸总不应该住在2排仆人齐齐鞠躬的大庄园里，怎么会在这儿？见到好吃的什么都忘了。我昨天可是把人家，所以他是特地来亲自干掉我的。少爷，我错了，你不要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啊！这吃饱喝足，想起昨天晚上请我的事了。昨天那个是个意外。不是意外，不是意外啊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了。死命马赛，少爷讲。其实昨天那件事，确实是我不对啊！对。啊？难道你昨晚偷偷往嘴巴上抹屎了？少爷，你知道的，我的头很硬的，在我脑子里装的是水啊，所以我的本质就是一个椰子。少爷，你应该不会跟椰子一般见识的吧？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么晚呀？你刚刚说你喜欢我。直到刚刚为止是这样的。你该不会是因为我亲了你，你才说喜欢我的吧？这也是我要跟你道歉的原因。我不敢告诉你，是怕你会吓到。但是现在我有点后悔。如果我早点告诉你的话，是不是昨晚就不止亲这么一口了？可是我连我自己都睡不好，我怎么睡别人啊？想这么远干嘛？其实你也不用太有压力的，等你想好了告诉我就行。我告诉你，只想让你知道，你会多一位追求者。就这样。你会多一位追求者。就这样。就这样。没有强制爱。我不会。为何被表白的是我，却有一种被他带着节奏走的感觉？不行，我不服。也是，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，你不用管他，你追你的就行。行，反正昨晚我们都亲了，我也算排在前面了。
我下午还有课，我先走了。那边。喂，厉少，有什么吩咐？之前我放了柳家一马，现在该是他们汇报的时候了。好棒哦！我的快跑喽！丽丽，你快看这个论坛。怎么感觉他们今天的眼神都怪怪的？大家好，我是柳梦离，在此我要公开的向一位同学道歉。对不起，温离同学，在你转学以来，我一直处处针对你，我对你做的那些愚蠢的事情，郑重的向你道歉。对不起。除此之外，我也要向大家提起一个人，那就是大家眼中的漂亮校花温婉儿。大家都知道，我跟温婉儿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，一直以来我处处维护她，替她出头，对温离同学做的那些愚蠢的事情，都有她的责任。老天开眼，我简直是比窦娥还冤啊！当然，被当作棋子也有我的问题，但是温婉儿的愚蠢行为必须让大家所有人都看到。温婉儿，她并不是温家的亲生女儿，温离才是。而且温离从来都没有欺负过温婉儿，这一切都是温婉儿的自导自演。希望大家所有人擦亮眼睛，不要被她给骗了。温婉儿真是个绿茶，把大家耍得团团转。我之前还替她打抱不平呢，所以现在我也是被利用的吗？早上好啊，贾千金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温离，你拆穿了温婉儿的把戏，就是为了让我对她失望，让我把视线重新转移到你身上，对吗？赶紧休息去吧，这么大的脑仁都被热化了。温离，你用你喝过的水泼到我的脸上，想让我喝，你还不承认你爱我？温离，你用你喝过的水泼到我的脸上，想让我喝，你还不承认你爱我？你又发什么癫啊？那个温婉儿都住院了，你还不赶紧去医院看看她？嘘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爱的人不是温婉儿，是你。有了你这句话，我这辈子的罪孽都能一笔勾销。同学，看到了吗？他害羞了，没关系，我懂。菜做多了，来吃吗？小飞嘴来喽！少爷，少爷，我进来啦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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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像新闻里一样，洗澡给摔没了吧？少爷，少爷，磕到没有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小心着凉。
你这是在关心我？我当然是在关心你了。刚才门口叫了半天都没有人回应，我还以为是浴室惊魂了呢。你可不能光溜溜的上新闻头条。我家密码放你手机了，以后如果来我家关门的话，你就直接进来。少爷这人的方式都这么直接，赶紧去换。下次可不许穿衣服了。再来一碗。好。不会是我家的门铃声吧？嗨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厉少怎么会住我妹妹隔壁啊？是厉家的别墅不够大，不够豪华吗？这一个人住大别墅啊，难免有些空旷，有些寂寞。想着换换心情，没想到林妹正好住在隔壁，就想着喊过来一起吃顿饭。哎，温离经常提醒你这位大哥，是吗？啥时候说过？我怎么一点都没印象？哎，他跟我说，他有一位好大哥，平时跟我一样，对他都是关怀无微不至，特别的宠，而且长得吧还算帅，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总是让他特别有面子。我吗？我说过吗？我妹妹嘛，平常啊就喜欢吃点好的。厉少这么宠我妹妹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够了，丽丽，吃饱就回自己家休息。哦，好。丽丽，哥哥给你买的新房子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，住的可好了。有时间多回家吃饭，你妈妈想你。好，爸爸，你要是想我了，也要直抓。婉儿，我让人把学校论坛视频给下了。大哥，我就知道还实在是丢温家的脸。这种事以后不要做了。妈妈本来和泽言商量，也给你买一套，和黎黎公平对待。可是没想到，你竟然在学校带头欺负妹妹。房子等你改过再说。这段时间好好想想，你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吃这一堑，以后总能对我算账了。温离，你夺走的东西，我都一定会拿回来。这么好笑的视频，必须让厉君月也笑一笑，绝对不是因为我想吃夜宵了。少爷，给你看点好玩的东西。没有没动静了，该不会是又想跟我玩浴室 play 吧？还给你暴露上瘾是吧？姐可不是露点肉就随随便便能追到的人。睡着了？我去，脸怎么这么红啊？都能烤肉了，你发烧了？这可不行，再烧下去要把人给烧坏了。我去开灯，你小心晃眼睛。受不了了，一整个病弱美男啊！
你这房间有没有药啊？药箱在哪？要不喝点酒降降温？你是怕我死的不够快吗？马上就来。哎，我忘了倒水了，你等我一下啊。水来了，水来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刚已经试过水温了，应该没有烫肚子皮吧？啊，别把小小月给烫坏。够了，换条裤子就可以了。谢谢你啊，小苗。好，我帮你再倒一杯啊。天地良心，我真的只是想帮你擦水而已的，我可没有想占你的便宜的。我没关系的，你想摸就摸。我知道的，你这个叫公狗药，小说标配，一夜起步，3天起不来床。你倒也不用因为你发烧这件事情就来贿赂我，我是不会瞎说的。毕竟在这个稍纵即逝的年纪，稍稍暴走一下就会去世，这很正常。没事的，那个我看也看了，摸也摸了，我也不吃亏，早点休息吧啊，晚安。犯规了，犯规！儿子，听说你昨天发烧，从公司提前走了，现在怎么样？我昨天有人照顾，当然没事了。你说儿子追的那个女人叫什么？文理，约出来看看。我们不敢得罪老板，也不敢得罪老板他老母，该怎么死啊？王大主，该不会是你们家总裁要请我吃饭吧？哎呀，真是太客气了。他做的菜已经胜过我吃过的所有餐厅了，在家吃就行。在家里还能顺其自然摸到香香腹肌哎。那个，先走。温小姐，您进去就知道了。温小姐你好，我是厉君悦的妈妈方玉洁。阿姨，您是希望我500万离开你儿子？难道那小子已经把你追到手了？也还没，我们俩还没在一起呢。可笑，那么会工作有什么用？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也追不到手。不过啊，你替我折腾折腾他也好，他工作呀太顺利了，我看不惯。啊？厉君悦工作太顺利，您看不惯？这不会是后妈吧？偷偷做了一个长达几10年的计划，打算毁掉厉家。小说里怎么没提呢？坏了，不会是要跟我这个恶毒女配联手摧毁厉君悦吧？那是当然呀，当初我老公刚工作的时候，还踩了不少坑呢。这小子上任之后，居然没有做出过任何错误的决定，比我老公还强的人，我看不惯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事情嘛，看着也不像是来为难我，也没有要给我钱让我离开他儿子的迹象。行吧，不给就不给吧。
来来来，吃菜喝酒别客气，随便吃。哎，谢谢阿姨。阿姨，我敬你，酒是粮食精，越喝越年轻。好。哎呀，美。来，我也敬你啊！酒是天上水，越喝你越美。谢谢阿姨。喝，继续。丽丽啊，我怎么越看越喜欢你啊？你配我家那个臭小子啊，太可惜了。哦，要不我再给你介绍介绍别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单身主义，不结婚那种。他认识特别多身高185、8块腹肌的优质男人啊！哎呀，想干上上。听我说啊，哎，你不会跟小月说吧？要是被我老公知道，我就糟糕了。哎呀，阿姨，你还信不过我吗？我这个人嘴巴最严啊。行，我跟你讲啊，不是每家店的男模啊都是优质的。上次啊，我那个闺蜜不在，我另外一个朋友啊带我去了一家店，哎呦，那简直没眼看。阿姨，这个东西啊，钱不到位真的不行。哎，我上辈子也点过，那来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？有那钱，还不如叫我二舅喝酒呢。行，那我现在就联系我那个闺蜜，咱今晚啊就去酒吧，姐带你吃点好的。怎么了，小杰？又想让我带你去酒吧？我正好又认识了2个男模，走，介绍给你认识。哎，你可不要瞎说啊！我怎么可能跟你去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的？你可别把我带坏了！你不要再打电话来了，我要睡觉了。真是的，明知道我是有家庭的，有帅气的老公，有可爱的儿子，还要我去那种地方。小金老婆，你老公10分钟以后到，你就在这待着，哪儿别去，让我带走。呀，这么快就来了！阿姨，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！切，连自己喜欢的女孩都追不上，牛什么牛？还不是得靠老娘亲自出马。这树怎么摇摇晃晃的呀？这是喝多了。这个长得帅，多少钱？我点了。哇！什么？你不要啊？意思是我可以白嫖？早说嘛！转眼是种 Q 弹方法，好摸！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样不合适。哎，你要干嘛？你想勾引我？我告诉你，李军长得可比你帅多了。万一要是被李军知道的话，什么时候我在他心里的地位这么重要？万一要是被他知道了，他不给我摸他的腹肌了怎么办啊？你好好干，我是谁？你是你。 You are the best thing on my mind. Make me wanna fly to the moon.
老板，老板，老板呐！我做错啥了呀？那个，到书香水岸了。哦，去买点新酒药回来。好。嘿嘿嘿嘿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！你干嘛？跟我玩是不用话？呀呀呀呀！呀！爸爸别闹！我不就摸摸你的胸肌吗？你怎么那么小气啊？就你这样的，你还说要追我呢？你好香啊！你干嘛？我爱你。你干嘛？我爱你。我解酒药。干啥？一晚上第二次这么看我了，加班还要被甩脸子，我就没尊严了吗？不行，要反抗！我真没招了，给的实在太多了。我酒醒的差不多了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回去记得吃，不然明天要头痛了。真没想到啊，丽丽，你居然跟厉少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。哎呀，呸！他在他家睡觉，我在我家睡觉，我们可什么都没发生。行，啊，对，给你带的宝典。我中毒了，医生说要清热解毒。我负责貌美如花，你负责赚钱插花。你的下半身和下半生都是我的。哎呀，桃子，你这书烧的，拿来擦屁股，都能把痔疮给烧没了。哎，反正我都给你了，你自己处理吧。
哇，我这个好姐姐还好这一口啊，还真是可惜了。这温婉儿刚出世就放暑假了，要不然还能让她再多受一会儿呢。等等，暑假？小说里温泽言不就是暑假在商场被路过的神经病烧了右手吗？桃子，今天几号啊？17号啊，怎么了？早，就是今天。今天几号啊？17号啊，怎么了？早，就是今天。我有事，我找我大哥，我先走了啊。刚才说了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，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温总，3天之内一定让商场整改完毕。嗯。大哥，你先去工作，我陪一下妹妹。是。丽丽，你干嘛啊？这个商场都是我们家的，你要买什么跟哥说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手都要废了，还逛什么商场啊？我得赶紧带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哎呀，我肚子疼，上厕所，已经暑假临头了。大哥，你赶紧送我回家吧。丽，我很快带你回家，你别拉，哥害怕。你别拉，大哥。大哥，你怎么跟黎黎一起出现在这儿啊？我们刚好碰到，我准备载她回去。你呢？我就是随便自己逛逛啊。自己随便逛逛，刚刚不还和一个黄毛吗？在哪儿？丽丽，不对，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傻妹妹，你为什么要替哥挡刀啊？他是一个疯子，要是伤你性命怎么办？哎呀，我看电视里的英雄救美都是这么演的嘛。而且我不是已经及时装死了吗？待会儿做个笔录，再带爸妈过来看你。你一个人可以吗？放心吧，大哥，不就是伤个肩嘛，我还能给你跳肚皮舞呢。那你一个人乖乖的，有什么找护士，实在不行，跟我打电话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用觉得你没保护好我，我这是见义勇为嘛。你又不是我头上的跳蚤，你怎么会知道的啊？可以不是跳蚤。等一下，昨天表白的对话，我还要不要继续啊？那个，昨天晚上我……哎呀，快，护士来查房了，快点躲起来！哎，等等，我为什么要躲？温小姐，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就是年轻，想倒头就睡。那行，那我不打扰您休息了，我先出去。谢谢美女姐姐。丽君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妈，好一个金屋藏娇啊！莫名其妙很像偷情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，这是什么？看，不能还给我！撩汉秘籍，你要撩谁？还给我！伸手！伸手！你这样撩拨一个男人很危险的。我一点都不爱运动，除非在你身上。是这样的运动吗？还是其他的？
我先死一会儿吧，有事烧纸再说。文丽，我文丽，你根本不需要向我表白，只要你看向我，我就懂你。松一点好不好？好了。文丽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回来？回来夺走我的一切，是你们逼我。没有，差不多行了吧？我爸妈一会儿该来了。那不是正好，正好认识一下。那不是得正式一点吗？我们两个都还没官宣呢。好，听你的。那我先走了，记得发消息。小一手啊！来，丽丽，你怎么样了，丽丽？女儿啊，稍等啊，你们疼不疼？心疼死妈妈了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都是小伤，你看还能动呢，都不用住院。这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丽丽，妹妹，以后个命都给你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咱们兄妹之间还是别以身相许。我的女儿啊，我们回家以后呀，马上厨房顿顿都好好给你补上啊。对，零花钱每个月给你加200，不，加500块。妈妈，我觉得我血厚还能再养的。真是瞎贫。岁岁年年都是你。世界是本巨大的番茄小说，只有我是余华的长篇小说。这种剧本什么时候也能让我演2集啊？丽丽别讲，大哥命都给你。大哥，你命也太多了吧？又给我？不要。怎么了，泽言？你不是刚回公司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家里有我和你爸照顾丽丽，你还不放心啊？妈，我得跟你说点事儿。官宣的事儿是吧？我刚刚知道了，你可别小看你妈，吃瓜呀，你妈是可蹭上第一的。不是妈，你这就同意黎黎跟丽江那小子的事儿？怎么说话的呀？人家可比你还大1岁呢。什么丽江那小子？文佳，你看看你儿子。文佳，人呢？太太，我刚刚在书房里看见先生了，他正抱着猫，哭着喊什么小白菜、小白菜什么的。你干嘛呢？女儿被黄毛怪跑，我伤心，你别管我。丽家那小子不错，你有什么好哭的呀？我知道，你之所以这么努力的赚钱，就是希望孩子在未来能够选择自己快乐的生活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最近我看见咱们家黎黎呢，一直拿着手机在那傻笑，那笑容就像当初咱们俩一样。爸，那个妮妮，我们支持你恋爱，但是女孩子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她要是敢欺负你，一定要跟我们说我们帮你欺负回去。我打死他我！
好。温家的每一个人都善良又明亮，可是原剧情的结尾是温婉儿的某个疯狂追求者爱而不得，所以打击报复温家，结果温家被打压算计到破产。温泽言被栽赃抓了进去。妈，泽言，温金安和宋明山一夜之间苍老10岁。半年谁不还？滚出来！二老被人恶意泼了油漆，不敢出门。你自己看看吧。最后是温婉儿以身犯险，接触那名罪魁祸首，寻找他犯罪的证据，将他绳之以法。结局是白启安和温婉儿一起创业，给温家提供了东山再起的一桶金。看书的时候带入主角的视角，根本没想那么多。现在作为其中一员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句东山再起能概括得了。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主角，还有更多的普通人，所有的配角和小人物也都有自己的人生，他们不应该为了主角的成长就成为炮灰。按照小说的时间线，怕是那人很快就要对温家动手了。这件事我必须要阻止。说起来，最近不常见婉儿啊。是啊，周末也没怎么回来，是不是你上次说了他一通，和你赌气呢？我也就说说而已，房子都给他买好了。算了，等他回来再告诉他。婉儿，你真骚。在看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就随便看看。看上哪栋了？那个，还是那个？跟哥说，哥买一栋给你玩玩。谢谢周哥哥。你提的温家那个事儿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世界上将不会再有温家的一席之地。今天怎么吃这么少？不合胃口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其实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可以告诉我的。也没什么事儿。哎呀，磨磨不唧。好了，其实我要说的是，你可以试试信赖我一点的。不管你要做什么事，我都给得起。或许，你知道一个姓周的男人吗？温先生，我们接到举报称贵公司有非法物品，请您配合调查。配合调查是我们的义务，您请便。好困，我去泡杯速溶咖啡喝一下，应该不影响各位吧？哪里有速溶咖啡？我跟各位带路吧。这只是普通咖啡。怎么会？严查这个人，看住他。看来是有人恶意举报，给贵公司带来的不便，还请多多谅解。这是应该的，你们辛苦了。温总，那个是周医生派来的奸细，已经处理了。还好昨天小艾姐说要喝速溶咖啡，这才查出其中猫腻。李丽，小艾姐路过公司口渴，喝了杯水就走了。小艾姐路过公司口渴，喝了杯水就走了。小艾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温总正在开会，要不先去休息室等他。
不用叫我哥，我就是口渴了，路过想来喝杯茶。好，我现在就跟你去买。哎呀，不用，我就想喝你这自助茶的咖啡。这些都是速溶的呀，您的身份？怎么？哪条法律规定千金大小姐不能喝速溶咖啡啊？哦，可以，我来帮你泡，我自己来。孙经理，你们这咖啡都是自己拿的？为了美观，我们都是要求员工从前往后依次拿的。那就对了，这样把那个东西藏在后面，也没有人会发现。等到检查的人上门，就能栽赃到大哥身上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是白色的？那个商家居然敢糊弄我！赶紧把这咖啡供应商都换了吧，把这些都扔了。是。功成身退。李丽果然是我们温家的福星。你就是温里呀？谁在狗叫啊？你就是温里呀？谁在狗叫啊？这个温妮长得漂亮又有个性，倒是比她那个美丽但愚蠢的姐姐强多了。不要有这么大的敌意嘛！我对你很感兴趣，咱俩聊聊。聊天之前总要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叫周一成，说实话，我对你很好奇啊。能够识破我计划的，你是头一个。计划？什么计划？我听不太懂哎。我偷偷藏到你哥公司里的那批粉，不就是你去换掉的吗？难道你要跟我说那是歪打正着啊？哇哦，那我也太厉害了吧！我就实话跟你实说了吧，这事儿呢是温婉让我做的，但是见到你之后，我瞬间就对她失去了兴趣。你愿不愿意跟我？跟你去挖粪啊？我看就你这样的，吃屎都吃不上热乎的。你跟老子装什么清纯啊？我一看你就知道，你跟你姐一样，都是个骚货。我看你就是直肠通大跑，两眼珠子渗尿，什么都不像。你个臭婊子！你竟然敢骂老子！老金他妈废了！这臭婊子！你竟然敢骂老子！厉总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女朋友也是你能动的。还以为厉君越不会为了这么个女人参与进来，没想到商业界狠辣无情的厉君越居然是个恋爱脑。李总，那个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别动，警察，来走。刚刚说的大家都听到了，老铁坐穿了，老铁。开会这么早就结束了？丽丽，姐姐知道错了，我真的很后悔。你能不能帮我去做个证？我不想进去，求你了。你后悔的是为什么找的是魏成吧？如果找的是别人，说不定这件事就成了。我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一刀杀了你！温子言，管好自己的家事。我在楼下遇到你家人要过来看你，就把他们带过来了。妈，大哥，我，婉儿，我们从来都是把你当亲女儿一样，从未打你、骂你。可是你是怎么报答我们的呢？你因为嫉妒，难道要毁了我们所有人吗？温婉儿，我怎么会带出你这么没有责任的妹妹啊？
文婉儿，据查证，周一成交代的你教唆犯罪情况属实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爸，你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！从今往后，你和我们再无瓜葛。你们都别碰我，我才是温家的真千金，我才是真千金。李君呀，这2天发生太多事情，我们去散散心好不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我不就多看了几眼吗？你不会生气了吧？行。你不会埋了我吧？回酒店。你怎么了？真生气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有点混得慌事。这小子真是恋爱脑啊！感受到了吗？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总是跳得这么快。你小子一辈子要睡3万多天，跟我睡2天应该没什么意见吧？真的？真的？文丽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你接不接那种小型的演出？就是我们2个上个台，然后我跟你交换一下戒指，然后最后还可以领一张国家级的证书。啊？嫁给我。你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说什么吗？第一次见面，你从阳台跳过来，然后说我本是上市集团的老总，却被坏人所害，跟我结婚，倾听我的复仇计划。所以，你想听吗？